所有刷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人，你们的网名就是你们的死法。当晚，一个女孩被吊死在天花板，脚底放着一把刀。女孩的网名正是刀尖上的华尔兹。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郑强死了？什么？那家伙不是跟你待在一起吗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我记得他的网名叫大江东去。李静哭着说，他说要和我挤睡一张床，我不肯就让他去厕所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用厕所，就发现他倒在地上被割喉了。你能不能开下门？我现在一个人真的好害怕。当时张伟和我都回了自己房间，只有郑强和李静待在一起。偏偏郑强死了，这让我怎么敢相信李静？我沉思许久，最后拿了把小刀藏在口袋里，然后警惕地打开门。李静站在我门口，哭得梨花带泪。先带我去看看郑强。在路过张伟宿舍时，我们还一并叫上了他。而张伟一见到李静，眼神就充满了凶狠，仿佛已经认定他就是凶手。我们来到郑强的卫生间，看到郑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血流成河，被冲进了下水道，最终被排进滚滚东水，还真是大江东去。我检查了一下宿舍，宿舍虽然有窗户，但也同样门窗紧闭，而且窗户外面还有防盗窗。张伟看了看李静，冷笑道：“你敢说这不是你干的？”李静着急地说：“真不是我。如果我是凶手，我会傻到让你们都知道吗？这凶手神出鬼没，看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。”我们来到了宿管大爷的房间，虽然宿舍里没网络，但是大爷的房间里有电脑监控。可当我们查看电脑监控时，才发现这电脑的主机电源线早就被人为剪断了。我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看了眼墙壁，那墙壁上挂着一大串钥匙。我检查了那大串钥匙，陈声说：“大爷失踪了，钥匙却很完整。也就是说，凶手很可能不是用宿管钥匙打开房门，那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房门紧锁，又有防盗窗，他不可能进得来啊！今晚我们仨在一起，谁也别睡，就盯着彼此。如果凶手不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人，我们还能保护彼此。”面对李静的提议，张伟再次冷笑：“你就是最大嫌疑人，还要我整晚和你待在一起？没门！你还没发现吗？凶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潜入我们的房间之中。”笑话，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！你们之中定然有人是凶手。如果我真像我的网名那样死了，那我无怨无悔。听到这，我有些无语，毕竟他的网名叫少妇，让我精尽人亡。张伟走后，只剩下我跟李静。一回到了宿舍，李静就委屈地说：“幸好有你愿意陪我，否则我今晚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。”我沉默不语，而是将他死死绑在了床角。对不起，不管你是不是凶手，我都要确保自己的安全。李静急得在屋里大叫：“你是想害死我？”我明白自己对不起李静，但在这个夜晚，谁都有可能死。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宿舍里手机信号不好，只有2个原因：一是附近的基站被破坏了，二是有人装了信号干扰器。破坏基站难上加难，所以凶手肯定是用了信号干扰器。我不需要找到他，我只要拉下电闸，信号就有可能恢复。我来到1楼的宿管室附近找了找，果真找到了电闸，然后一把拉下了总闸，整个宿舍楼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而我连忙拿出手机，尝试着拨打报警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这边是报警平台。那边传来声音，我激动的都快要哭了。刚要说话，我的后脑勺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痛，接着我失去平衡，软软的倒了下去。